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大叔，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超人平台的洛克人 X3代。今天是完结篇了，上两期呢咱们攻略了常规的8个关卡和序章，并且呢打了2个乱入的 BOSS。在进入最终的城堡之前，咱们先去收集一下没有拿到的收集品。这关呢有一个血量最大值的上限。序列把这块石头震下来。本关的这2个收集品呢，都需要利用到这个能力。第2个收集品是一个装甲的部件。第2个收集品的路就比较远了，但好在呢，这关咱们已经打过了，轻车熟路，并且呢没有 BOSS。这个部件是一个头部的部件，作用呢是可以发现这个关卡当中没有拿的一些特殊的组件。快到了，又需要蓄力。好的，洛克人，你已经够牛了啊！我可以让你更牛。拿完了这个部件之后呢，咱们还差一个，也是一个血量最大值的上限。演示一下效果，这就是本关的地图了。这个血量最大值的上限离得比较近，马上就能够跑到。跳起来冲刺弹墙，好的入手，这样咱们可以进城堡了。城堡呢是4关组成，这个设定很多年都没有变过。我把龙虾的武器拿了出来，这个地方跳起来一定要小心，不要跳得太高。刚才我怕跳得太高，所以说弹了一下墙，因为碰到尖刺的话就是1条命。气球人实在是不抗扎呀。蓄个力，前方有个小 BOSS 战，这个小 BOSS 算是个精英怪吧，没有血条。后面看见 Zero 了，下一关呢，它有大用。哎，正好我也穿的红色的装甲，不行，我应该穿蓝的，对吧？因为自古红蓝才出 CP 啊。这里咱们要入手黄金装甲，这样咱们的装甲得到了强化。算是加强版吧，威力加强版，光荣直呼内行啊。PK 版。行了，该拿的拿完了，该挑战本关的 BOSS。本关的 BOSS 呢有2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就是比特和拜特，咱们没有使用克制武器打爆炸，这样的话本关的 BOSS 就是比特和拜特的合体。但如果之前咱们已经把他们2个打炸了的话，那本关的 BOSS 就是一个压缩处理机。这个 BOSS 其实难度我感觉比比特和拜特的合体要高。因为呢，它的头部才是弱点，但是呢，
这个嘴里啊还是鼻子啊，这个地方有一个长长的管子，这个管子还会往出喷液体。你如果把这根管子打爆了的话，它就开始吐毒液，那地面呢就不能站了。然后这个鼻子的部分呢，还遮挡了大部分头部的弱点，所以说这个 BOSS 打起来呢就很难受。你要瞄得非常准，射得不准的话还打不到弱点。好了，打了大半的血了，难度倒是不高，就是打起来感觉非常难受。弹墙就很安全，需要注意上方的压缩处理机，如果向下扔东西的话，在屏幕边缘咱们就别弹墙了。好，打完。如果我此生再有机会再玩一次 X3代的话，比特拜特呢，我就不把他俩打炸，让这里他俩合体，来体验一下另外一个 BOSS。那个 BOSS 呢，我感觉真的比这个 BOSS 要，不是说难度低，而是打起来更加舒服一些。城堡的第2关，这里我是看着笔记打的呀，很多地方的走位、站点、跳跃的时机非常严格。不拿护甲了，正常呢，这里应该开一个水下的机甲，但是咱们就裸奔了。我有黄金甲，还开什么机甲了？这个地方呢，把自由换出来，要卖了它。懂的小伙伴已经会心一笑了。这个小 boss 呢是为数不多的自由可以打的 boss， 但是也没有血条，所以说充其量是个精英怪。这里呢发生了剧情，这个小怪呢下来的时候砸到了 Zero 呢受了严重的伤害，你看血量只剩1滴了。这样呢 Zero 就把光剑交给了 X， 这也是光剑入手的方式。我记得本作我录制第1期的时候，我说 Zero 在本作非常的弱，无论是实际的使用还是剧情设定上，有小伙伴还不服呢。结果你看一个小怪啊，把他打伤退了。黄金剑呢，使用方式是蓄力，前2下是蓄力炮，最后1下是光剑。这个光剑的伤害超级高，看 BOSS 都是半格血，所以后面的 BOSS 攻略起来呢，我大部分就使用光剑来砍了。这个位置由于墙壁上都是尖刺，不能攀爬，所以说要借助机械蜗牛。但是呢，蜗牛爬起来很慢。其实绝顶高手的话，玩这里是有一个快速过关方式的，就是他利用蓄力，放出蓄力的时候，人物向上升一段，然后一个空中加速，再放蓄力，再空中加速。但是呢，那种方式容错率超级低，万一不慎就会掉到下面，或者呢碰到尖刺。所以说咱们还是谨慎一点。我这个年纪毕竟不允许我在短时间之内做出非常严格的容错率超低的操作。好的，到了，其实也没多久。这里蓄一个力，然后呢放2发，这样第3下呢就是光剑。那本关的 BOSS， 因为之前呢咱们在一个分支路线把再生的霸法干掉了，而且呢使用的是克制武器，所以这里呢代替再生霸法。BOSS 呢叫做福特海月，再来1刀，好，干掉，2刀1个，后面所有的 BOSS 都是2刀1个。光剑的作用呢，有一点像初代的
波动拳，也有一点像2代的升龙拳。但是呢，光剑不是满血也能够放出来，蓄力就可以。缺点呢，就是蓄力的第3下才是。如果你蓄力的前2下，把2个蓄力炮一起用出来了，那么第2下呢，也就是光剑。这里先打这只黄蜂，用剑来砍了，先要蓄力。好，一刀。其实光剑击中对手的话有2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就是近身，这一刀砍中了，瞬间半根血就没了。如果是远程的话，是一个剑光，剑光击中敌人之后，会在敌人身上产生几次伤害，这个伤害呢是大于半格的，但是它有一个延迟的效果，在这段时间当中，如果 BOSS 击中你了，还是会掉血。好的，来打这只海牛啊，超级闪。打的方式还是一样，他转头呢，咱们就跳，这样他就又转过去，一刀。一共这里要打8个常规 BOSS 了，又是受害者大会。但是呢，这8个 BOSS 出招的方式要比平时狠辣一些。因为常规的话，在半血以下，他才会使用一些强力的招式，但是现在这种情况呢，他就不惯着你了。鲶鱼，这鲶鱼呢，我记得常规关卡是使用毒龙钻干掉的。等他过来一刀，好，这就是远程的刀光击中了鲶鱼，所以说他又往前蹦了一段。吓得我赶紧转身啊！如果近身砍到呢，一刀半根血带走；远程的话，伤害稍高一点。哦，这已经是第4个了，所以说8个 BOSS 也不抗打呀。打虫子的话，很多小伙伴不喜欢用光剑。因为这个虫子的难度还是稍高的，主要就是它的这2种攻击方式吧，一种是这个能量球，放出虫洞了，但是被我收掉了。已经打了4个了，接下来呢，咱们先去打犀牛和老虎、海马还有龙虾，放在最后。因为这2个货呢，其实使用普通的武器，或者说一些能力道具打起来更快一点。先给他一刀，好，半格完事儿。一招近身，一招远程。下一个老虎，这里要记住位置，否则你就带着凑的能力进到了凑的关卡。先来一刀，再续第2下。哦，这下是他自己送上来的。洛克人表示：“世间没有我斩不断之物啊！”一刀斩不断就2刀。先去打海马吧。海马呢，就是有一个无敌时间的 bug， 它这个无敌时间比它的闪光要短。所以说，趁他恢复之前，可以多 A 他几下，这样就打完了。感觉呢，比蓄力的光剑要更快。还差一只龙虾，龙虾呢，常规关卡咱们是把它秒掉的，这次呢仍然秒它，
这样打起来比较快。节奏还是一样，先用出一发，然后呢，等他冲过来，咱们再往右冲一个序列。为什么要等他先冲过来呢？如果咱们先冲的话，很容易没有到达屏幕的最右侧就被他的龙虾钳子夹住了。所以这里要打一个时间差，这都是细节啊。受害者大会完事儿了，咱们要去打博士了。这个红外线呢，等它先扫过来，咱们再冲。原理呢，其实和之前的龙虾差不多，也是打一个时间差。咱们先冲的话，很容易被它的光球打到。打博士这里呢，我先放了一个蓄力炮，这里要留一发蓄力炮，勾引它使用它的能力。它的能力呢，就是击中它的时候，它会吸收咱们的伤害加血。所以说先来一发，好，然后再来一下，这样光剑就击中它了。看这下多疼啊！这下是远程的，大概打了2/3的血，一刀背后。这样博士呢就清醒了，他把咱们传送到了西格玛那里。这个西格玛也是他制作的，西格玛的身体，还有西格玛的强化型。把光剑拿好，先放2发，这样下一发是光剑，上去就是砍啊。这个地方操作不好还上不来呢。西格玛出现了，甚至拿了一个盾，知道咱们拿了剑啊，他拿了盾。等他出手，远程一下，接着续第2发。好的，这样进入第2形态。第2形态呢叫做凯撒西格玛，但是第2形态呢，我看着比较眼熟，一会儿出现了，大家看一下。恶魔高达是你吗？我觉得是。好，这里咱们切换出常规蓄力的能力。这里呢打了一个极限，快速的2刀把它干掉。但比较讨厌的部分呢，就是咱们需要放几发蓄力炮，如果总是光剑就好。最后呢是一段逃亡，基地呢爆炸了，而且西格玛病毒还要找机会感染 X， 让咱们不要被它碰到啊，碰到就掉到下面的火垒去了。但其实掉到下面呢也不是秒杀的，咱们还是有机会爬上来，从他头上跳过去了。好，这样呢就通关了，后面就是剧情了。多普勒博士呢把毁灭城市放进了自己的身体，然后和西格玛病毒同归于尽了。这样基地爆炸，洛克人 X 呢逃出了。那好吧，这样一款超人平台的洛克人 X 3代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感谢大家收看，咱们下个游戏再见。